丧尸类游戏从开始火爆过后，似乎热度就一直没有冷却过。从最早的《生化危机》《求生之路》《死亡岛》《使命召唤》以及《丧尸围城》等，而在众多丧尸题材的游戏当中，出现了一款让玩家意想不到的游戏《亡灵梦魇》。作为《荒野大镖客：救赎》独立出来的资料片，同时也是R星旗下唯一拥有丧尸题材的独立游戏。游戏在2011年发售后获得了一致好评，它被誉为所有游戏资料片下载的典范，并被评为2010年年度最佳。这极具富有想象力的游戏内容，使得 IGN 给出了满分10分的评分。不管是游戏的内容还是游戏本身，都能成为游戏界的标杆。丧尸与牛仔的结合，又能创造出一个怎样的精彩故事呢？一个普通的夜晚过去之后，一场不死瘟疫的浩劫突然降临到多灾多难的美国身上。这场瘟疫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并唤醒了无数已经凉透的死人，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未感染的幸存者们将别无选择，为了生存而战。而我们的主角约翰·马斯顿，也就是你扮演的角色，必须深入险境击退狮群，并想办法找到结束这场浩劫的解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约翰回到家中，儿子杰克在看书，妻子阿贝盖尔在织毛衣。年迈的叔叔去镇上还没回，儿子和约翰讲起了书中的故事，好像和阿兹特克的什么诅咒有关。总之听得让人想睡觉。一家人就不管尚未回家的叔叔，全都休息去了。Ain't you worried about Uncle? Sure, but he'll have to wait till morning just like any other man would in his shoes. Good night, son. Don't stay up reading too late. 睡梦中一声巨响，房门被叔叔踹开，他浑身是血，看上去有点不太对劲，上来就想咬人。约翰拿起台灯一顿猛砸，叔叔倒地。为了保险起见，约翰穿着睡衣就往外跑去拿枪。变成僵尸的叔叔果然还有行动能力，追着阿贝盖尔到处跑，一不小心摔倒，不幸被咬。约翰被迫举枪干掉了叔叔，似乎打头才能让他失去战斗力。阿比盖尔倒地呻吟，听到动静的儿子也跑出来帮忙。结果这僵尸病毒的起效也真是快，妻子是便把儿子也咬了，总不能把妻儿也用枪崩了吧？约翰赶紧去拿绳子绑人，他把妻儿放进屋里锁好，然后动身去镇上寻求解决办法。到了黑水镇，发现这里已经一片狼藉，在这里他遇见了从耶鲁赶过来调查病毒爆发的博士。博士声称他的包裹落在了街上，让约翰帮忙去给取回来。没走两步，博士却被丧尸给咬死了。之前原本空无一人的街道也开始出现成群的僵尸，很快约翰弹药耗尽，而这些僵尸似乎无穷无尽，这样下去迟早要完呢。跑吧，一路逃到剧情触发点。听镇上裁缝铺的人说，僵尸是从墓地里爬出来的，得去把棺材烧了，才能控制感染。说着给了约翰一个火把。约翰来到镇上的墓地，一把火烧了棺材。接下来帮镇上的幸存者清理僵尸，黑水镇暂时是安全了。幸存者们开始议论究竟是谁导致了这场灾难，一时间众说纷纭，有说是墨西哥人干的，有说是拿着玻璃眼珠子的变态干的，有说是石油男干的。他们还在这应该由谁当领导，才能让傻逼美国再次伟大，丝毫没有注意到从身后慢慢靠近的僵尸。将咬人者和被咬的干掉后，约翰便动身去找玻璃眼珠男和蛇油男。毕竟这个描述一听就知道是老朋友赛斯和狄更斯。找到赛斯，他竟然在跟变成僵尸的摩西斗地主。约翰问赛斯这是怎么解决，他说你去继续烧棺材吧。连续烧了几个墓地，帮忙清理了下附近镇上的僵尸后，再回去找赛斯。这次更牛逼了，他找来了僵尸拉小提琴与时共舞，再说了一堆风言风语。他给出唯一有点价值的信息就是得去墨西哥。先不管这疯子，我们接下来去找蛇油男。在聚集了不少幸存者的莫瑟堡，狄更斯又在骗人，于是约翰上去警告老骗子赶紧收摊，不然就给他摊子砸了。接着老骗子就给了约翰几个免费的疫苗，让约翰自己试试他的疫苗到底灵不灵。这是一个幸存者半信半疑的使用疫苗后，结果丧尸立即被吸引了过来，瞬间就把这个服用疫苗的幸存者给撕碎。看来他的药并不能驱赶僵尸，而是可以当做诱饵。狄更斯说他会想办法配置出能用的药，不过你得先去给他采集5个沙漠鼠尾草和5个紫色雪花莲。在约翰搞到鼠尾草和雪花莲后，狄更斯还帮约翰制作了一些白磷弹，接着就让约翰去帮他找一些配件。在约翰找到配件后，狄更斯就给约翰制作了一把喇叭枪，说这是解决丧尸最好的武器。另外他还告诉约翰说他打算去墨西哥，说等过了墨西哥边境联系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约翰能做的就是四处清理被僵尸侵扰的定居点，帮一个想法超前的导演绑僵尸群演，或者听信某个老猎人的鬼话。
让存在了近1000年的大脚怪几乎彻底灭绝，或者在路边抓一批独角兽。终于，狄更斯找到了过边境的方法。美国陆军有一列火车要开往墨西哥，听说附近有一帮逃兵，没准你能去弄套制服。他自己就不行了，毕竟这个年龄没办法假扮成新兵。帮逃兵解了围之后，他们答应给约翰一件制服。扮成美军的约翰前去火车站，果然这里也遭到了围攻。干掉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家伙后，带队的上尉让约翰赶紧上车，即刻启程。一路上自然也少不了有狮群想搭便车。快到边境时，前方有路障，上尉下令去清理路障。Come on, soldier, move, move! All right, make Uncle Sam proud, soldiers. Come on. Clear the tracks, quickly, let's go. Come on, we ain't got all day. Quick, quick, quick! 就在这时，狮群也追了上来。Fight! Fight! Fight! Get back here and fight! What are you, yellow? 上尉打了一会，说他们人太多了，撤退，留下约翰一人奋战。不过好在主角的战斗力足够强，干翻来袭的狮群后，他独自开火车冲过了路障。约翰在此地的修道院外遇到了院长，他向约翰求助。原来僵尸也在修道院中肆虐，清理完僵尸，然后试验了一下圣水对僵尸的作用。院长提到这一切可能是即将成为总统的雷耶斯所致，这是他四处玩弄女性导致的天罚。约翰对此有些不太相信，但等约翰找到叛军首领后，却发现叛军首领也成了丧尸，而且还在追着一个女人到处跑。在约翰干掉叛军首领后，被追的女人就告诉约翰，说造成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其实是叛军首领渴望长生不老所导致的。他听信谗言，偷取了一个阿兹特克的古代面具，激怒了阿兹特克的古代神灵，所以才导致瘟疫的爆发。之后，约翰就带着面具回到了金字塔，然后将面具放回到神坛。接着带他来的女人就突然变身，告诉约翰说她其实是阿兹特克的女神。最后瘟疫瞬间消失，丧尸们都恢复了正常，而约翰也就回到了老家与老婆孩子们团聚。等约翰回到家后，约翰发现老婆孩子都已经恢复正常。Whenever trouble starts, I can pretty much guarantee you'll ride off into the sunset. You feeling better? Yes. I mean, once that boy stopped trying to bite me, everything felt much better. I'm starving, though. Jack? Me? Oh, I only felt better once that mad look left your eye. Please, Dad, don't leave me here alone with that woman again. Excuse me? I'll try not to, son. I've heard that before. Well, let me fix us something to eat. Please don't. We've had enough dramatics for one day. 几个月之后，按照剧情设定，约翰就死在了老鹰逼罗斯的手里。而在墨西哥，宝藏猎人再次来到了金字塔，偷取了阿兹特克的面具，导致死人再次复活。而已经死了几个月的约翰也从土里爬了出来。但因约翰在埋葬的时候身上还带着大修女送的圣水，所以即使约翰成了丧尸，但却保留着人类的意志。约翰马斯顿也就成了吊炸天的亡灵枪手。